好，今天的視頻先是重磅轉會新聞，隨後新賽季10大門將預測。同樣老 K NBA 的2個視頻我也放在簡介的置頂，歡迎大家點擊觀看。首先，熱刺官方宣布終於簽下了曼城邊鋒薩維尼奧，轉會費8500萬英鎊。2年前，薩維尼奧僅僅以2500萬歐元的轉會費加盟曼城，而且來了之後根本沒有打出什麼表現，這一下子賣掉，身價漲了4倍。這次是7500萬英鎊的固定，加上1000萬英鎊的浮動，其中有500萬英鎊被認為非常容易實現。薩維尼奧的合同為5+1，他一過來馬上就可以出戰本周的英國聯賽杯。還有老外看來也信風水這個東西，薩維尼奧突然把名字改成了薩維奧，我們都得重新適應。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熱刺主教練德澤爾比說，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改名，但這算得了問題嗎？而曼城方面隨後在轉會窗對切爾西的恩佐·費爾南德斯提交正式報價，球員和曼城主教練馬雷斯卡在幕後已經進行了初步接觸，兩位都叫恩佐，關係極好，彼此高度信任。由於恩佐來切尔西的時候價格就非常高，所以最後的交易估計1.3億到1.4億英鎊左右。恩佐已經跟切爾西之間徹底鬧僵，德比戰後他冷漠的態度證實他想要永久離開切爾西。另外，切爾西的中鋒德拉普即將轉會諾丁漢森林，轉會費4500萬英鎊。這件事羅馬諾已經確認，森林隊已經為他安排了體檢，很快就會啟動正式程序簽下。隨後跟隊記者的最新消息，德拉普的身價4500萬英鎊，加上500萬英鎊的浮動。還有曼聯方面已經官方宣布正式簽下22歲布萊頓中場巴萊巴，雙方簽約到2031年，並可以選擇續約1年。巴萊巴轉會到曼聯的總價為7000萬英鎊。他也成為布萊頓隊史上出售第2貴的球員，僅次於凱塞多。這次紅魔曼聯對中場的重建，下窗用了1.73億歐元簽下了3名英超中場，看來也是嘗到了去年簽庫尼亞和姆波莫的甜頭。買太貴的拉爵也捨不得，兔子就專門吃窩邊草，挑英超身邊中上價格的球員來簽。還有馬德里競技的小蜘蛛阿爾瓦雷斯仍然痴心不改，一心只想加盟巴薩，儘管馬競態度異常強烈，但他真是鐵了心了。最近有球迷在 TikTok 上發布了一段阿爾瓦雷斯身穿巴塞羅那球衣做標誌性慶祝動作的視頻，獲得了阿爾瓦雷斯自己的點讚。看來他又釋放了新的暗號。但最新消息，馬競的跟隊記者說，小蜘蛛要麼留在馬德里競技，要麼只能接受阿森納的報價。目前球迷和他的關係已經進入極度緊張的階段。阿爾瓦雷斯去留未定，馬競目前更傾向於留下斯洛特。雖然此前斯洛特有關於要去尤文的傳聞，但小蜘蛛這種情況，馬德里競技肯定不希望冒險失去2名前鋒。而據說如果今年夏天無法引進小蜘蛛，巴塞羅那冬窗會繼續嘗試。總監德科已經和主教練弗里克達成了共識，如果沒有合適的目標，今年夏窗不買中鋒也罷。而為了這件事，阿根廷本土現在的電視節目已經開始攻擊馬競主教練西蒙尼了，雖然都是阿根廷人。現在巴塞羅那為小蜘蛛預留了9號球衣，球員也甘願擺爛，準備到明年冬窗再說。小蜘蛛準備只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拖延局面。這樣的話，馬德里競技的利益將受到最大程度的損害。好，另外關於巴塞羅那邊後衛巴爾德，曼聯方面已經淡化了簽下他的可能性，打算明年夏天繼續追求紐卡的劉易斯霍爾。這一點老 K 是很支持的，咱們看了比賽都知道劉易斯霍爾的能力太強了，這才只有21歲，前途無量啊。另外，現在巴塞羅那主教練弗里克逼宮，非要逼着巴爾德走的事兒，隊友們也很震驚，但沒有人幫忙。弗里克已經一步步瓦解了巴爾德的地位，這是為了將他推向離隊，從而換取一筆可觀的轉會費。而利物浦方面，他們已經最後報價求購巴爾克拉，巴黎方面仍然要價1.4億歐元，但主教練路易斯·恩里克已經將球員排除在自己計劃之外。轉會窗即將結束，在9月1日之前的最後幾天，仍然可能出現大巴黎的球員加盟或者離隊。據說利物浦最新報價1.15億歐元，其中包括獎金。現在看下來，今年夏窗各名球員的溢價確實非常嚴重啊。好，阿森納方面，他們的前鋒馬丁內利已經接受了沙特利雅得新月提供的2000萬歐元的年薪待遇。接下來，新月队準備向阿森納支付6000萬歐元，這樣就能敲定馬丁內利的交易。好的，終於到了新賽季 Top 10 10大預測系列最後一期10大門將預測。最後重申一下，老 K 的標準是以奪得2027年
也就是26到27賽季結束之後的金球獎，以進入那個名單的優先順序作為標準。第一名吉安路易吉·多納魯馬，曼城的意大利門將，他也是老 K 心目中27年亞辛獎第一熱門。他擁有制造經典鏡頭的能力。25到26賽季加盟曼城以後，出場43次，18次零封，99次撲救，撲救成功率達到 75.47%， 尤其他的1對1撲救能力世界頂級。多納魯馬的門將角色是門線級門將加單刀專家，他的大身材、身體條件讓前鋒面對他的時候，總會產生一種非常明顯的心理壓力，對方會感覺球門突然變小了，所以這也正是有趣之處。他不是傳統瓜迪奧拉體系最典型的那種中場化的門將，換句話說，他的腳下組織球的能力不是最恐怖的地方。曼城得到的不是另一個埃德森，而是一台巨大的撲救機器。多納魯馬的職業生涯非常反常，許多門將是26、7歲以後才剛剛真正進入巔峰，但多納魯馬16歲就已經代表 AC 米蘭參加意甲，現在也才27歲的他，給人的感覺卻已經像一個踢了10幾年的老將。更誇張的是，他已經拿過2次世界最佳門將，而且拿過亞辛獎。11年前，2015年10月，年僅16歲08個月的多納魯馬迎來了意甲首秀。當時主教練米哈伊洛維奇力排眾議，選擇信任這個身高超過1.96米的少年，他由此創造了意甲歷史最年輕首發門將的記錄。這裡有個冷知識，在多納魯馬成名以後， AC 米蘭為了穩住這個天才的心，在2017年順勢簽下了比他大9歲的親哥哥安東尼奧·多納魯馬。哥哥當時只是一名水平平平的門將，但米蘭為他開出了高達100萬美元的年薪。多納魯馬之所以喜歡99號球衣，因為自己出生在1999年。他在米蘭的開頭堪稱完美的童話，球迷親切稱他為聖吉魯一級。但後來因為遲遲不肯續約，還有功勳經紀人拉伊奧拉的操作，他和米蘭管理層和球迷產生巨大裂痕。2017年歐洲 U21錦標賽上，極度憤怒的米蘭極端球迷甚至在看台上向多納魯馬怒撒假鈔票，諷刺他為了金錢背叛球隊。這也讓他的綽號在中國球迷中變成了錢多多。好，10大門將預測第2名大衛拉亞，阿森納的西班牙門將，他是10個人裡面最現代化的門將。他的角色是出球型門將加清道夫門將加長傳發動機。上賽季他37場比賽完成19次零封，連續第3年拿到英超金手套獎。此前只有佩佩雷納、喬哈特和埃德森做到過英超金手套的3连裝。拉亞最大的價值是可以改变球隊的陣型。當阿森納控球的時候，他實際上可以作為後場額外的一個傳球點。所以阿爾特塔的球隊在某些階段擁有11個可以參與組織的球員。另外，上賽季的19場英超零封，追平了大衛希曼保持的阿森納門將單賽季英超紀錄。拉亞過去在採訪中曾經透露，自己年少時如果留在西班牙，人生軌跡大概率就是接手家裡的家族企業，但他選擇了一條完全未知的道路。16歲時加盟了英格蘭低級別球隊布萊克本的青訓，可剛去英國語言不通，一個孤單的異國少年，每逢周末宿舍空無一人，只能獨自面對異國他鄉的孤寂。而他也並不是那種自帶光環的超級神童，甚至還曾被租借到英格蘭第5級別聯賽鍛鍊。但正是一步一個腳印，從低級別聯賽到英冠，再到率領布倫特福德升超，最終登陸阿森納，並連續拿下英超金手套，完成了人生和職業的瘋狂逆襲。過去利物浦的主教練克洛普曾經半開玩笑的讚嘆，拉亞的傳球精準度還有長傳調度能力簡直強到可以身穿10號球衣踢中場。正是他這種現代清道夫式的踢法，徹底改變了阿森納高位防線的戰術構建。而這也正是源於他小時候踢過5人制足球，練就了一腳出眾的傳球和視野。大衛拉亞的腳下技術極其出色。新賽季阿森納如果把歐冠決賽的失利變成歐冠冠軍，拉亞會成為整個故事裡非常重要的人物。第3名霍安加西亞，巴塞羅那的西班牙門將，他可能是未來3年在世界門將位置上最大的变量。上賽季是他加盟巴薩的第一個賽季，結果直接拿到西甲冠軍加薩莫拉獎加世界杯冠軍。30場西甲只丟21個球，場均 0.7 球。賽季中期他的撲救成功率一度達到 79.41%， 當時排名整個西甲第一。而根據預期丟球數據，他一度比模型預計少丟 7.68 球。霍安加西亞的角色是頂級的門線型門將加清道夫門將，這對於巴薩非常重要，因為巴塞羅那打高位防線，中後衛背後的空間非常巨大，所以門將不能永遠站在小禁區，他必須判斷什麼時候衝出來，什麼時候留在門線。這也是為什麼他和巴薩的體系匹配度非常高。冷知識，霍安加西亞原來根本不是門將，
小時候是受到哥哥影響才開始戴上手套。15歲進入西班牙人青訓，後來幫助西班牙人升級，成為西甲撲救次數最多的門將。加西亞出生在巴塞羅那省一個只有7000人口的小鎮，叫薩連特德列夫雷加特。這個小鎮雖然很小很小，卻是不折不扣的足球搖籃，曾經走出多位職業球員。而2018年，年僅17歲的加西亞曾經隨西班牙人青年隊來到中國參加濰坊杯青年足球賽，還隨隊奪得季軍。當年的他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青訓小將，誰也沒想到日後能成為奧運金牌得主、世界杯冠軍、西甲頂級巴塞羅那的門將。第4名，蒂博·庫爾圖瓦，皇馬的比利時门將。如果問老 K 在歐冠淘汰賽我必須選一個門將幫我保命，選誰？那庫爾圖瓦很可能仍然是第一。上賽季在皇馬各項賽事45場，他完成132次撲救，17次零封。他的角色是最經典的門線型門將加禁區控制者。2.01米的身高意味着他的覆蓋面積非常誇張，尤其是低射。普通的高大門将最大弱點往往是倒地慢，但庫爾图瓦職業生涯最變態的地方恰好就是身高達到2.01米，卻能夠非常快的下地。庫爾圖瓦出生在比利時的排球世家，父母全都是排球運動員，弟弟妹妹也都從事排球運動。他小時候也練過排球，這可能為他日後的神級的高空球攔截還有飛身撲救能力打下深厚的基礎。2011年，庫爾圖瓦簽約切爾西，隨後被租借到馬德里競技。在馬競，他隨隊拿下了西甲冠軍，並殺入歐冠決賽，深受馬競球迷的喜愛。但後來回到切爾西成為主力後，他卻在2018年選擇通過罷訓的方式轉會加盟馬競的死敵皇馬，這讓切爾西球迷極為憤怒。而當他轉會皇馬後，甚至在馬德里德比遭到馬競極端球迷的羞辱，向他的區域扔毛絨老鼠。對他來說，最大問題只有一個：年齡。2027年他35歲，實力可能仍然前3，但我們的榜單預測的是未來一個賽季加2027的金球獎概率，因此年輕門將必須獲得更高權重。第5名，盧卡·舍瓦利耶，來自大巴黎的法國門將。舍瓦利耶2001年出生，24歲。24到25賽季，他是法甲最佳門將，並成為當時亞辛獎歷史上最年輕的提名者之一。隨後在25年加盟大巴黎，而他第一場來到巴黎的比賽就非常瘋狂，在歐洲超級杯點球大戰立刻成為關鍵人物，之後又在法國超級杯又在點球大戰發揮作用，最終還隨巴黎贏得26年歐冠。舍瓦利耶最適合路易斯·恩里克體系的原因是他的角色出球型門將加清道夫門將。巴黎隊需要的不是站在球門前等着射門的人，他們的門將本身就是第一名組織者。舍瓦利耶小时候出生於法國加萊，從小就是里爾俱樂部的狂熱擁躉。他經常和普通球迷一樣，身穿里爾隊的球衣在看台上為球隊吶喊。13歲進入里爾青訓營，從梯隊到 B 隊，到法國乙級聯賽租借鍛鍊，再到一線隊坐上冷板凳，一步一個腳印。當他最終穿上里爾隊的1號球衣，站在球場中央的時候，完成了一個終極球迷最極致的夢想。我不僅進了我愛的球隊，還成了他們的守護神。在一場對陣死敵朗斯隊的北方德比中，舍瓦利耶迎來了職業生涯最戲劇性的一幕。面對全場巨大的壓力和死敌球迷的噓聲，他在比賽中像開了掛一樣，連續做出不可思議的極限撲救，甚至在中場前撲出對方的絕命射門，硬生生為球隊保住勝利。賽後，年輕的他難掩激動，流下熱淚。對於一個從小看着這支球隊長大的孩子來說，沒有什麼比在德比戰中拯救球隊更熱血、更具宿命感的了。他最大的風險是上賽季後半程出現傷病問題，甚至因此錯過世界杯名單。所以也許在老 K 的名單中，他是風險最大的一個。但換個角度想，這反而讓26到27賽季成為他要證明自己的賽季。第6名，格雷格爾·科貝爾，來自多特蒙德的瑞士門將，這是最容易被普通球迷低估的人。上賽季德甲34場比賽15次零封，是德甲最多，而且追平了多特门將的俱樂部紀錄， 72.4% 左右撲救率，多特蒙德聯賽第二。他的角色門將型門將加禁區控制者，1.94米的大身高，身體覆蓋面積巨大，但他不是那種笨重的大個門将，爆發力非常好。科貝爾很小便在瑞士豪門蘇黎世草蜢隊嶄露頭角，但他16歲便選擇離開舒適圈，獨自前往德國加盟霍芬海姆青訓。這樣非常早的留洋歷練讓他迅速適應了德國足球的高強度對抗。在霍芬海姆時期，他前面有經驗豐富的成熟門將鮑曼，
在經歷了幾次租借的磨練之後，他在斯圖加特徹底爆發並被買斷。2021年夏天加盟多特蒙德，此後迅速成為球隊後防核心，連續多年被評為德甲的頂尖門將。而今年世界杯，他作為瑞士國門，在大賽中屢現神撲，特別是淘汰賽面對哥倫比亞等等強敵，憑借全場多次關鍵撲救和點球大戰的發揮，將球隊帶進8強，展現了世界級門將的大心臟。目前施洛特貝克不在的時候，他甚至多次擔任多特隊長，這意味着他的身份正在從世界級的撲救型門将變成球隊領袖，這是個人發展非常重要的一步。第7名，米萊斯維拉爾，來自羅馬隊的塞維利亞門將。斯維拉爾1999年出生在比利時安特衛普，並且在比利時的足球體系中長大。他曾代表比利時從 U15 一直踢到 U21的各级青年國家隊。而由於他的父親拉特科斯維拉爾曾是前南斯拉夫國家隊的门將，在父親的影響和塞爾維亞足協的勸說下，2021年他同意為塞爾維亞國家隊效力。但後來隨着在意甲羅馬隊大放異彩，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內心更認同比利時，於是在24年公開拒絕了塞爾維亞國家隊徵召，表達了渴望重新代表比利時國家隊出戰的意願。這一舉動激怒了塞爾維亞主教練斯托伊科維奇，後者明確表示未來絕不會再徵召他。然而根據國際足聯的現行規則，由於他已經代表塞爾維亞成年隊出場過，並且此前已經完成了另一個國家全部青年隊生涯後才做出的切換，規則上已經不允許他再次更改協會回到比利時。所以目前的他陷入一個非常罕見的窘境，成為了國際足壇事實上的沒有國籍的球員。他想去的比利時從法理上無法徵召他，而他能去的塞爾維亞大門也已經對他關閉。斯維拉爾是上賽季意甲最佳門將，而且連續第2個賽季拿到這個獎項。他去年38輪全部首發，撲救率接近 78.8%， 整個意甲第一。他的角色是門線型門將加反應型門將，不是那種最華麗的腳下門將。新賽季羅馬重新能踢歐冠，過去他的問題是沒人看，而現在如果去歐冠能複製意甲的表現，對他的討論很可能迅速擴大。第8名，塞納拉門斯，曼聯的比利時球员。他去年夏天從安特衛普加盟曼聯，結果第一個英超賽季32場，曼聯最終第3，他直接被評為英超賽季最佳引援。他的角色是門線型加單刀型加出球型門将。拉門斯的特點不是某一個技術已經世界第一，而是幾乎沒有特別致命的短板，並且他從小就是曼聯球迷。他過去在布魯日和皇家安特衛普效力期間，都習慣身穿91號球衣，而在國家隊由於號碼限制，通常選擇12號。這次來了曼聯，最開始短暫接過了31號球衣，而新賽季已經正式換穿象徵主力門將的1號球衣。第9名，麥克麥尼昂 ，AC 米蘭的法國門將。麥尼昂的個性非常強烈，他的外號魔法麥克。17歲在大巴黎青訓的時候，年輕的麥尼昂有時會跟隨一線隊訓練，遇上了當時大巴黎的鋒線霸主，個性極其狂妄的伊布。在一次射門訓練中，伊布轟出了一腳速度奇快、角度刁鑽的射門。隨後伊布輕蔑地對這個17歲的年輕門將噴起了垃圾話：“你就是個垃圾門將。”換做普通年輕球員，面對伊布的威壓，通常只能默默忍受。但麥尼昂脾氣同樣火爆，性格強硬，他被徹底激怒了。接下來的訓練，伊布再次起腳爆射，麥尼昂神勇地將球撲出，撲救成功後，麥尼昂立刻對伊布噴了回去：“你也是個垃圾前鋒！”當時現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以為這個年輕人要倒大霉。伊布當時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麼也沒說。然後回到更衣室後，伊布卻主動走向麥尼昂，非但沒有生氣，反而笑着對他說：“我喜歡你的性格，你這小子真行。”這次不打不相識的衝突讓伊布對麥尼昂刮目相看。多年後，兩個人在 AC 米蘭重聚，合力為米蘭奪得了意甲冠軍。兩人的關係也一直非常深厚。而冷知識，童年時的麥尼昂其實極度渴望成為一名前鋒。小時候他一直踢前鋒和中場位置。在一次參加青年隊試訓的時候，教練認為他的身體條件非常適合守門，敏捷度、爆發力和身高的潛力都很夠，強行將他放在門將位置。一開始他還很不高興，甚至一度抗拒，但隨着在门將位置上的天賦徹底顯現，他最終接受了命運的安排。而童年踢前鋒的經歷給了他遠超普通門將的開闊視野和精準的腳法。加盟米蘭之後，他多次在比賽中直接大腳長傳助攻前鋒破門，他是 AC 米蘭戰術中不可或缺的長傳發起點。
所以如果評價綜合能力，麥尼昂其實排名應該更高。他有出球，有撲救，有長傳，有指揮，有禁區內的控制和領導力。上賽季他仍然是意甲表現最好的門將之一，他的角色非常接近門將加中後衛。比如對羅馬的一場比賽，不但完成6次撲救，還完成37次準確的傳球。而麥尼昂最大的特點其實不只是技術，而是性格。今年1月，米蘭直接和他續約到2031年，他已經成為米蘭隊長，這向整個更衣室釋放了一個信號。這個門將就是球隊領袖。第10名，馬爾科·卡爾內塞基，亞特蘭大的意大利門將。作為意甲新生代門將的佼佼者，卡爾內塞基擁有極強的勝負慾。在今年4月一場對陣羅馬的關鍵意甲比賽前，卡爾內塞基在之前的比賽中犯下一個嚴重的低級失誤。對於正處在職業生涯上升期的年輕門將來說，這種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那個失誤讓他整整1個星期無法入睡，內心極度愧疚，覺得自己辜負了亞特蘭大隊友和球迷的信任。然而接下來的那個周末，面對羅馬隊的狂轟濫炸，頂着巨大的失眠和心理壓力的卡爾內塞基完成了單場8次神勇撲救的奇蹟。他用近乎瘋狂的表現阻止對手，最終1-1戰平，不僅拿下了全場最佳球員，也完成了對自己心靈的華麗救贖。而他的職業生涯最吸引眼球、最廣為人知的開掛的神蹟，發生在2年前24年的2月18日對陣薩索諾的意甲比賽。比賽上半場，亞特蘭大被判罰點球，薩索諾前鋒皮納蒙蒂主罰，卡爾內塞基判斷準確，將球神勇撲出。然而就在主場球迷瘋狂慶祝的時候， VAR 介入，裁判認定亞特蘭大球員提前進入禁區違規，點球要求重罰。心理壓力巨大的皮納蒙蒂再次站在點球點前，選擇罰向同一個方向，而卡爾內塞基毫無畏懼，猶如會讀心術一樣，第2次飛身將球死死撲出。這一幕成為當賽季意甲最經典的名場面之一。一個人在1分鐘內連續拒絕2個點球，徹底摧毀了對手的心理。上賽季他37場比賽114次撲救，撲救成功率約 78%，2次撲出點球。他的角色門線型門將加單刀型門將加身體型禁區內門將，尤其他的近距離反應特別值得關注。現代足球的頂級門將一般可以至少拆成6種角色。有門線型門將，他的反應、近距離撲救和2次反應頂級；有清道夫型門將，這種在高位防線身後出擊，能夠提前處理直塞球；有出球型門將，他能夠參與後場組織，吸引逼搶，向中場送球；還有長傳發動機，特別擅長用長傳直接發動轉換進攻；還有禁區控制者，這種類型對高球、對傳中、對角球和身體對抗尤為在行；還有單刀專家，能夠擴大身體面積，控制出擊時機，尤其擅長1對1。所以真正能夠衝擊世界第1的門將，通常至少同時具備其中3到4項。